俄乌战场最新消息，乌军深入俄境900公里，成功炸毁俄第100号军火库。不少朋友或许忍不住撇嘴，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军火库，炸就炸了，有什么好聊的？俄罗斯土地上的军火库还少吗？实际上，被炸上天的军火库来头还真不小。这样说吧，如果其他军火库是俄军的血管，那这个 GRAO 级的武器库就是俄军军备补给的命根子。那么，乌军这次奇袭俄军命根子，到底对俄罗斯造成了多大的打击？奇袭行动又是如何进行的？要理解这次爆炸的战略震撼力，我们必须深入了解 GRAO 这4个字母背后的机密。它的全称是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导弹炮兵总局，这是一个继承了苏联庞大军事遗产且拥有极高权力的中央后勤管理机构。它的主要任务负责全俄罗斯境内所有炮弹以及火箭弹还有战术导弹的生产调度与质量监控。同时，这个庞然大物还管理着全国几十个分散在无人区的巨型战略武器储备库。所有的弹药在离开生产线后，都会第一时间运往这些被冠以 GRAO 代号的堡垒。在那里，武器专家会对其进行极其严密的检测、分类以及长期的专业维护。可以说 GRAO 武器库就是整个俄罗斯前线作战部队的生命线。每一个 GRAO 库房的地理位置都经过苏联时代地理学家的严苛测算，它们通常隐藏在广袤的森林或者坚固的地下掩体之中，以躲避侦察。一旦这些核心库房遭遇系统性的连环打击，俄罗斯那庞大的火炮集群就会在几天之内沦为无法开火的废铁。而这个第100号军火库更是核心中的核心。这次遭遇毁灭性打击的第100号军火库，在整个俄罗斯后勤网络中一直都占据着顶端位置。根据防务快讯的报道，该设施的总占地面积接近2平方公里，其内部不仅拥有数十座加固过的钢筋混凝土库房，还拥有极其庞大的专用铁路装卸线以及露天临时存放处。虽然俄军始终没有透露第100号军火库中储存的弹药的具体种类和数量，但我们可以横向对比，得出其大致弹药储量。此前位于莫斯科近郊被炸毁的第51号军火库占地 3.5 平方公里，其设计弹药储存能力为 26.4 万吨左右，而第100号军火库占地约2平方公里，这表明第100号军火库极限弹药储存能力或将高达15万吨。15万吨的储量自然没有 26.4 万吨多，但在火力军看来，乌军这次打击的影响力要远胜于对51号军火库的打击。首先，战略位置的特殊性。第100号军火库位于俄罗斯科斯特罗马州涅亚镇附近，距离乌克兰边境超900多公里，这是乌军确认其最远的 GRAO 级设施。其次，第51号军火库位于莫斯科附近，这周围到处都是军工厂、武器库，炸完51号还有诸如5.1号、510号顶替。第100号在所在区域就是唯一也是最大的一个弹药仓库。要知道，它一直都是俄罗斯中部战区及西部战区共同的战略蓄水池，而且是唯一的蓄水池，就像一个位于俄罗斯心脏地带的巨大能量泵，源源不断地向战场前线输送着规模庞大的火力资源。这种战略价值完全没有可替代者。而在奇袭发生前的几个星期里，卫星观测到该区域的铁路货运活动频繁程度达到了历史峰值，大量的绿色木质弹药箱在仓库外围堆积如山，这说明该军火库正处于高负荷的运转状态，且存放了大量待发运的新产弹药。乌克兰这次精确点名，本质上就是折断了俄军的物流中枢。那么这次奇袭到底给予俄军多么恐怖的打击？根据现场传来的画面，天空中不仅有巨大的火球，还有无数乱窜的尾气，这说明大量的成品火箭弹在高温下已经处于失控的非受控点火状态。至于具体被摧毁的物资有哪些，通过分析此前被奇袭的 GRAO 级军火库以及最新俄军武器设备转运消息，我们大致可以分析出这几种威力强大的武器。首先，最让克里姆林宫感到痛心的是伊斯坎德尔导弹。作为俄军最依赖的战略威慑手段，每一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的造价都在200万到300万美元之间，每一枚导弹都足以让普通的俄罗斯城镇运转半年。但这一次销毁的数量，火力军估计至少数百枚。当然，如果有具体的数据，火力军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辟谣。其次是近期刚刚到货的朝鲜制 KN-23 远程弹道导弹。这些外援弹药由于需要特殊的适配性检测，通常会集中储存在大型 GRAO 中心，这里还存放着数量庞大的用于冰雹以及飓风还有龙卷风系统的增程火箭弹。最关键的是，这里还被证实存放了大量的 S-300 以及 S-400 防空拦截导弹。防空导弹的高能燃料点燃后会产生极高的温度，并产生致命的化学毒物。
这种连锁反应导致了整个库区内几乎没有任何物资能够完整保存。据军事分析机构评估，这次爆炸损失的弹药总量相当于俄军前线1个月的消耗量。这种瞬间归零的战略消耗是目前的俄罗斯军工厂无论如何也补不回来的。那么这场出色的奇袭打击，乌军是怎么完成的？为了完成这次奇袭，乌克兰无人机连续穿越了至少3个州的防空识别区，才终于抵达碾压镇。在这个漫长的航程中，他们又躲过了铠甲 S1 近程拦截系统以及 S300 中程防御系统的层层搜索。事实证明，这些昂贵的雷达站在低空慢速目标的识别算法上存在重大漏洞。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无人机飞过时的声音大的就像一辆老旧摩托车。这种极其低调且廉价的推进方式，反而突破了俄军的高科技拦截网。不得不说，这讽刺到了极点。而此时，俄罗斯联邦科斯特罗马州深处的涅亚镇正沉浸在极度严寒的睡梦之中。在俄罗斯军方的战略预判中，这里原本属于绝对安全的战略纵深腹地。一阵低沉的引擎轰鸣声却彻底粉碎了森林的宁静。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正操控着 FPV 无人机机群，向这个小镇甚至是这个大洲最重要的军火库袭来。这些被称为影子猎手的飞行器，利用极其先进的低空导航算法，轻松穿过了军火库的3层防空网。当第一架无人机精准撞击第100号军火库的露天弹药堆放区时，整片大地瞬间爆发出恐怖强光，随后是一连串剧烈的2次爆炸，直接掀翻了方圆2公里的建筑屋顶。当地官员证实，军火库周围约2公里半径的建筑物均遭到破坏，而尼亚镇的居民们也知道第100号军火库完了，俄军武器核心补给枢纽也完了。在现代军事战略学中，乌军这种打击方式我们一般称之为深度后勤绞杀战。比如乌克兰在前线战壕里消灭一名俄罗斯炮兵，他们只是消灭了一个孤立的火力执行点，但如果他们能穿越900公里炸毁一座大型战略储备库，就等于从源头上物理抹除了成千上万次潜在的炮击。当然，这次奇袭能成功，除了乌军自身战略定位准确和无人机技术给力，俄军自己也不争气。俄罗斯的后勤保障体系具有极其鲜明的苏式传统特征，那就是高度依赖铁路干线以及集中化的巨型仓库节点。这种体系虽然在应对冷战时期具有极高的行政效率，但在面对具备精确制导能力的低成本无人机时，却显得极其笨重。集中储存意味着只要防空系统出现一个哪怕微小的漏洞，整座价值数十亿美金的储备库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自杀式炸弹。乌克兰利用这种非对称的博弈手段，实现了战果最大化。他们用造价仅需几万美金的远程无人机，换掉了俄罗斯积攒了几十年的战争底牌。这种战略层面的利益交换比，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都极其罕见。总的来说，这场发生在森林深处的突袭，正在迫使全球军事专家重新思考后勤防御。以往的战争逻辑认为，后方基地拥有充足的防御纵深，是安全的避风港。但现在，低成本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让俄罗斯彻底失去了前后方的界限。任何集中的物资堆放区，现在都成了最脆弱的猎物。俄罗斯导弹炮兵总局这种大仓储管理模式正在被时代抛弃。如果俄军为了安全，选择将弹药分散成无数个微型储存点，那么运输的成本以及装卸的效率将会下降到无法接受的程度。如果他们继续维持现有的巨型库房模式，那么他们就必须投入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防空实力的资源去守卫这些目标。而这正是乌克兰通过远程打击消耗俄罗斯国力的核心逻辑。这种在暗处通过绞杀战争后勤链条来赢得战争的方法，正成为一片片压倒俄军的雪花。而俄军又能承受得了多少次这种精准打击？在火力军看来，第100号 GRAU 军火库的火光或许会在几天之后彻底熄灭，但它对俄罗斯军备造成的系统性损伤却需要几年甚至更久来修复。这不仅仅是损失了多少吨炸药的问题，还涉及到了整个供应链的断裂以及生产节奏的完全打乱。那些被炸毁的精密导弹零部件涉及到大量的进口替代件，由于国际制裁，俄罗斯很难在短时间内重新补充这些库存。俄罗斯那原本雄厚的战争潜力也不得不跟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减。而每一个被拔掉的 GRU 节点，就意味着俄军离彻底熄火又近了一步。这种在黑暗中进行的后勤绞杀战，比前线任何一场著名的阵地夺取战都更具战略决定意义。看完了这场900公里外的史诗级大爆炸，你可能会意识到，现代战争的真谛往往隐藏在那些冰冷的经纬度坐标里。乌克兰通过这次精准的远程投送，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韧性与智慧。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导弹总局正面临着其成立以来最严峻的生存挑战。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觉得在这种超长航程的非对称消耗战中，是俄罗斯那深不见底的苏制库存能最终扛住压力，
还是乌克兰那不断进化的无人机蜂群能最终捅破对方的底线？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